那么以太坊在周线级别上啊，还处在一个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当中。首先，它这里面啊，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里面有悟空阴线，有了悟空阴线之后，就会有八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那么我们这2天的这几周的震荡呢，上方都存在一个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呢是从去年6月4日到现在形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呢，以太坊迟迟不做动作，并且不断的出现阴跌的情况，就是因为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处于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下。那么现在以太坊本身呢，在4小时级别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箱体动作完全可以做这个按这个箱体来做那一旦突破1385这个箱体上边线那上方的目标点位可能就会在1450附近但是1450附近到达这里面之后呢，我们还要考虑1450这里面存在1690均线和上方这个压力线从去年5月份连过来的这个压力线上方压力重重，所以呢，尽量布局空单的位置是1450到1400美金这个区间是可以布局空单的，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走势非常弱势的走势。虽然当前时间以太坊以横带跌以横带跌突破了周线级别波峰连线这个弧形顶但是它的行情它的结构，因为上方存在3座大山这3座大山分别是压力线和2条均线存在3座大山的原因下所以呢，我们依旧是比较看空以太坊如果它能够出现反弹到1400美金附近1400到1500这个区间我们刚才说的是1450是比较精准的位置，到达这个位置呢是一个比较好的做空的点位。然后这2天呢，大家伙看见的强势币种不多更多的很多人去搞这个土狗币去了然后我们之前看到的这个强势币种完全按照我们的这个运行规律在运行，你发现没有首先呢 ERN 4小时级别上涨之后出现高点，然后4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然后对称性上涨，形成波峰之后这2点形成波峰之后，波谷位置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第一轮做了它的反弹。第一轮的反弹是怎么做的呢？是因为这里面有个下跌的收敛结构，小日线级别下跌收敛结构到焦点这个位置上有反弹预期，我们做了上来接近前高，我们撤出了。为什么撤出呢？因为行情很容易走出左高右低。什么叫左高右低？这里左高右低我们有预期下行或者是左低右高就是左低右高，它是一个右多的一个行情，所以呢这里面内嵌了包含了这2种情况几乎都出现了，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上附近，到达4美金附近，我们先出来观察观察它的涨上来了，我们不为所动，直到它到达2.7美金，我们没有到2.7，我们到3美金就开始抄底了。为什么到3美金抄底呢？因为我们可以拟合呀，人呢脑子是有想象力的，我们看到它第一个波谷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拟合出它第2个波谷我们在这个前2堂课上都讲到了这个结构并且我画出来了大家伙可以看一下我画的这个图是怎么画的第一次下跌之后反弹回补，第2次下跌再反弹回补，为的是什么呢？它为的就是上涨会形成缺口，它下跌也会形成缺口缺口一定会通过筹码填充，特别是这种强势币，通过筹码填充反复的对这个伤口缝合包扎，让它少失血，最终呢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稳定的结构是为了什么呢？你得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形成稳定结构呢？是因为这个位置呢，前面的这个位置呢，它的涨幅是巨大的，达到200%之后，你看下跌接近50%、42%这么大的上涨和这么大的下跌，很多人会恐慌，很多人在上方搞进去了，然后
拉上去又被砸下来了，套死了，卖了，涨上来又追上来了，对吧？很多人的情绪包含在这里，所以呢，这些人的情绪，这些人的喜怒哀乐，需要什么去消化呢？它需要行情的波动来消化啊，需要行情的修复来消化。涨上去的兴奋需要慢慢的下跌去消化，快速拉升的兴奋需要慢慢下跌来消化。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它不断的震荡，最终呢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ERN 的收敛三角形同比特币日线级别我们前面画的这个比特币的上涨当中的一个三角形，它非常类似，几乎一样。所以呢，就是这个位置的啊，看一下这个位置的。所以呢，K 线呢，它是一个分形结构啊，它是一个分形结构。你要理解在这里分形的含义是什么啊，你就能更好的把握其中的规律啊，更好的把握其中的规律。那我们再回到这里啊，这个结构反复震荡到底之后又上来，会形成什么呢？会不会形成4次波谷呢？啊，会不会形成4次波峰呢？啊，更正一下，刚才说错了，4次波峰啊，会不会形成呢？它一定会形成啊。所以呢，如果行情打下来再翻上去，接近前高4.5美金这个位置上啊，这个时候第4次的时候啊，它是可以追击的。追击之后呢，我们看周线级别上方还有结构啊，所有的结构呢都不白来的，历史上的结构呢会对当前时间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呢在这轮行情结束之后，我们给出它的一个目标位是在5.5美金附近，到达这里是有轻微压力的，但是这个压力是不足以抵抗它的多头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已经接近焦点了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影响力呢，它的这个下跌压力啊，它是薄弱的。所以呢，超级主力很会选时间啊，在这个时间是容易发生突破的，特别是容易发生突破做什么呢？做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啊。第一个位置呢形成了一个悟空阳线，第二个位置形成了一个8节阳线组，这组8节阳线呢都已托于第一根阳线啊，这里是第二根阳线，都已托于这根阳线，后面呢都是妖怪的干扰性 K 线啊，这里面所有震荡都是妖怪 K 线。那上方呢我们就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预期啊。那么最近的强势币啊，还有 EGLD 啊，这也是我会员群频道啊说的啊。为什么提它呢？它之前非常强势啊，从0点几美金涨到500多美金啊，涨到546美金，一路下杀回来之后啊，最低点37美金。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很多币种都完成了突破。这个强势币种呢，它迟迟没有完成突破，所以呢，我们做了它的一些多头或者是现货。在这里我们看到它的强势在哪儿呢？它在55美金附近一直横盘震荡，所以呢，当前行情它有可能做出什么呢？做出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动作。目前它处在什么位置呢？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吧？8节阳线组在这里了吧？如果突破的话，能够站上67美金，到达67美金的169日均线阻力。所以呢，行情分析起来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掌握一种方法呢，几乎可以解读任何行情。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出手的这个点，出手的机会你的眼光，你的动能因为钱嘛，在你手里，它没在我手里，我手里面的钱我自己去操作，你手里面的钱你自己去操作不能道听途说要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你可以去运用 K 线吸油战法，在行情当中每天都能找到很多的机会。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稀有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9日晚间19点41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表现啊。由于是周六周日美股不开盘，但是呢我们马上要面临周一，所以呢我们还是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啊，在经历了周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出现的这轮反弹呢，目前尚未构成4小时级别。我们在2小时级别这里面可以看到啊，2小时级别反弹细游之后做2小时级别对称性下跌。对称性下跌的原因呢，是因为美国公布非农数据远低于预期啊，这种情况下呢，美股就出现死给你看的画面啊。这种画面出现之后啊，急速的下跌啊，把近几天的涨幅完全吞没。但是行情走到这里啊，前低出现之后啊，依然有可能继续一轮反弹。那么这一轮的反弹呢，我依然看到时间级别为4小时级别啊。那在日线上可能会有2根阳线在下周1、2啊出现。如果出现的话，势必会影响比特币的反弹的继续。我们回到比特币的行情上来看啊。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目前已经出现了第3次波谷，但是第3次波谷这里面的反弹呢，仅有 12.5% 啊，也就是说从低点18200啊到这个高点20500附近，这个反弹的力度仅有 12.5%。这个反弹出现之后回打下来啊，它不构成第4次波谷。所以呢，我认为目前整体来看啊，我们这段时间从9月20日波动到今天10月9日这段时间的波动呢，都处在第3次波谷当中。所以呢，如果这次行情真的打到我们的底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18500点附近，还是容易出现反弹的。直到反弹能够形成一定的规模之后啊，它才会构建第4次波谷。第4次波谷的位置我们标记到$18500附近啊。出现4次波谷之后，等位置波谷出现之后，才容易出现江恩的4次波谷法则，然后不断出现新低。那么目前行情处在一个震荡趋势当中，起码是在日线级别我们这么理解的。那在更小一个时间级别上，我们看到啊，它的结构是不断变换的啊。从最开始的大开口收敛啊，看图，红色线和黄色线构成的这个大开口收敛，接近焦点附近做双重巴特，对多空双向绞杀之后，行情趋于平缓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窄幅的收敛结构。窄的收敛结构呢，是酝酿多头的一个机会。多头机会出现之后，它确实出现了一轮反弹，并且这轮反弹呢接近9月27号的前高附近。然后这轮的回踩呢，是因为非农数据的公布啊，同步了美股出现了回踩，并且这次的回踩呢，它是焦点位啊，也起到了一定的什么呢？一定的吸引力作用。但这2天的行情，周六周日2个交易日的行情，以横带跌呢，横过了这个焦点附近，行情重新恢复正常的震动状态，并且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啊，它的收敛三角形呢，逐渐收得更窄了。当然了，我们这个三角形呢，要忽略掉很多的毛刺现象。并且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啊，一个矩形结构啊，在这里面已经产生。底边线呢是接近$19000，那上边线呢是接近$20000啊。行情不断的在这个19000到20000区间啊，不断的震荡。那么震荡是非常磨人的，所以呢，我在
我的 VIP 群里面好多人觉得这个行情非常难做了，难做的原因就是震荡开始了，所有的震荡呢几乎占到行情的90%以上，只有10%的时间呢是拉升或者下跌，是我们可以获得大幅利润的时间啊。那其他的时间震荡的行情当中，我们唯有耐心等待，更多的不建议做这个震荡当中的波动啊，因为震荡当中的波动很容易把你的本金磨损殆尽。所以呢，在这段行情当中，如果我们耐心等待到18500美金附近啊，这里面包括19000点附近，到达这个位置呢，是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多头的。为什么说你一直坚持空单，但在这里啊，你想做一些多头呢？啊，因为下方的止损位我们可以设置在前低附近，前低就是18210这个低点啊，所以呢，到达18500美金附近，适当的可以做一些多单。如果你耐不住寂寞的啊，那行情呢依然是以下跌趋势为主要趋势。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更多的是等待它第3次反弹，真正的反弹的出现。那么前面行情当中啊，它出现了一波4小时级别反弹，我认为这波4小时级别反弹呢，时间级别不够啊，我认为它如果能够出现日线反弹啊，到达21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才是我们可以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所以呢，我们整体的仓位都在耐心等待啊，等待这个位置的出现啊。我们看到了第一波的它的反弹力度还是可以的，达到了43%，第二波反弹呢22%啊，第3轮反弹呢目前仅有12%。那这些反弹在行情当中几乎是单个交易日的大幅波动，所以呢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可以把它当做这段时间以来的震荡。只有真正的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才是我们做空的一个好的机会。这个机会和点位呢，我认为是在21500美金附近啊，到达这里啊可以布局空单啊。同时呢，毕竟啊这个月是比特币月嘛啊，目前第一旬已经走过了啊，现在10月9日了，明天10月10日了。上旬已经走过了啊，那么中下旬呢可能会有机会出现好的波动，能够震荡到这里。当然了，也要伴随美股它没有什么利空的情况下啊，这里出现的结构呢，我们看到了出现了2个交易日的反弹之后，2个交易日下杀回来之后，有可能在这里面形成一个近似的 W 底部啊，再往上反弹一些。那么它的反弹和震荡呢，就对比特币的反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外围影响因素，并且呢，比特币在这个结构上，在当前的4小时结构上啊，它的收敛动作正在收窄。收敛动作收的足够窄的话，它的爆发性也会很强啊，就跟传统理论上我们提到的横有多长，竖有多高一样啊。但是呢，我们还要记住一点，传统理论上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竖它可以是往上，也可以是往下，它是一个矢量啊，不是一个定量。那么往上是因为当前第3轮踩到这个18500美金之后，第3轮波谷这个位置，它有机会往上。如果到达第4次波谷的这个位置呢，我们之前从6月份至今的所有横盘动作啊，都可以作为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横。那么最终的方向呢是往下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在短周期上行情是有反弹的一个预期的啊，目标位我给了。那么在长期的观点下呢，它的下行结构没有改变，熊市特征没有改变。我们可以仿照一些上方的这个红色的三角形啊，上方的红色三角形呢，我们看到啊，它的运行时间几乎长达1年，从21年3月到22年5月啊，1年零2个月时间，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它干了些什么，主要是做了4次1、2、3、4。4次波谷。我们看到了第2次波谷这个位置上呢，很明显它在这个位置上经历了非常多的磨难，反复对3万美金附近的这个波谷进行了敲击，
同理可证，我们目前处在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呢，18500美金附近啊，18500到19000这个位置呢，反复敲击，反复诱空是很正常的。第4次波谷会很多情况下会很果断啊，打到这里之后轻微反弹，然后直接下落啊。我们看到了每次都是。第3次波谷呢，和我们 K 线稀有战法当中的沙僧位一样啊，沙僧代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我们的人生多磨难，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任何艰难险阻，所以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正是磨难我们内心的时候。对于多头来讲是磨难，对于空头来讲，何尝不是一种磨难呢？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更多的耐心等待行情出现到我们合适的点位之后，再耐心布局啊，再耐心布局啊。那么很多人说我没有仓位，我难受啊这样可以做一个观察仓啊。这个仓位呢，如果你是多头的话啊，你在18500美金附近，或者在当前的这个位置建立一个观察仓。如果你是空头的话啊，在当前建立观察仓更没有问题。有观察仓呢，观察仓就会让你和行情，你和比特币建立关系，建立联系，建立一个期待啊。在有这根期待的影响下，行情的任何波动，你的感受都会特别敏感啊。在这种敏感但又钝化的前提下，钝化是因为你是一个观察仓，这个仓位呢对你无痛无痒。比如说你100万资金搞10000美金，仓位进去做观察仓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作为期待的作用，就是一旦行情产生更多的波动，你会很好的去对这个波动做出判断。我们在行情当中只有3点啊，第一个是趋势，趋势我说了，大趋势下行，目前处在反弹过程当中的反复震荡磨人阶段。那么位置呢，我建议的好的位置呢是21500啊，是在这个位置啊。那么你要做的是布局一个观察仓啊。第3点就是观察仓和你未来可能要布局的仓位。同时呢，在行情里面啊，控制倍数啊，控制止损的位置啊，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啊，这是3点以外的东西啊。把握大的趋势，找到合理位置，控制好自己的仓位，最终呢一定会在趋势上获利。而趋势上的获利呢，往往啊是远高于你的日内波动啊，或者是100倍20倍以上杠杆的啊，是比这些获利要多得多的。